誰是目前天下第一的防空飛彈系統？愛國者或者是以色列的鐵穹？也有人會堅定地選擇台灣自主研發的防空王牌天弓。但如果去面對那些速度高達好幾馬赫、正從天外砸下來的中遠程彈道飛彈時，只有一款系統才是這個特定領域裡公認的最強，那就是薩德反飛彈系統。它曾在中東的戰火裡打出過超過150次高強度實戰攔截的輝煌記錄。那麼薩德到底有多強？在台灣這種特殊地形下，如果擁有薩德，是會頂替天弓還是完美融合呢？今天我們就來看看薩德到底掌握着什麼不傳之秘，而默默守護台灣的天弓飛彈又是憑什麼底氣成為這片空域裡連美軍裝備都無法輕易替代的戰術大師？薩德不是一般的防空系統和攔截飛彈，它的全稱叫中端高空區域防空系統。要知道，不是所有的防空飛彈都是拿來打戰鬥機的。在薩德的雷達眼裡，普通的戰機、直升機，甚至是貼着海面飛的巡弋飛彈，都是低價值目標。這套系統生下來只有一個任務，那就是專為從外太空而來、處於末端下降期段的中遠程彈道飞彈。它的攔截高度通常在40到200公里之間，這個高度非常巧妙。普通的防空飛彈，像是愛國者，只有20到40公里，很難飛得到這麼高。專門在外太空攔截的系統，又沒法在大氣層內工作。薩德剛好卡在這個兩者都不管的真空地帶，完美堵上了絕對防禦的最後一環。不過，薩德最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並不是它能飛多高，而是它的殺傷方式。傳統的防空飛彈彈頭裡通常都裝滿了高爆炸藥，飛彈飛到目標附近後，引信起爆，靠着炸藥產生的幾千塊金屬破片，把敵人的目標給打穿，或者是提前引爆。但薩德的攔截彈裡面是一顆炸藥都沒有的，它用的是一種門檻極高的技術，叫做動能撞擊。這是什麼概念呢？大家打個簡單的比方，這就像是你開槍射出了一顆子彈，然後這顆子彈在幾十公里外的高空精準撞上敵人以好幾馬赫速度飛過来的另一顆子彈，完全不靠炸藥，純粹依靠2枚飛彈在極高速度下相撞時產生的巨大动能，把目標在空中撞碎。這聽起來很不可思議，因為在工程技術上，這要求攔截彈的導引精度最多只有幾公分的誤差，稍微偏那麼一點點，2顆飛彈就會在空中擦肩而過，導致攔截徹底失敗。既然難度這麼高，容錯率這麼低，那為什麼美國人非要費這麼大勁去搞這種不帶炸藥的攔截方式？這並非單純的炫技。大家想想，中遠程彈道飛彈的彈頭裡裝的都是什麼？動不动就是幾百公斤的高爆炸藥，甚至可能是化学武器或核彈頭。如果用傳統的破片去攔截，敵方的彈頭確實是被擊毀了，但那些帶着劇毒或者放射性的殘骸依然會順着慣性掉落到下方的城市和人口密集區。而動能撞擊最大的好處在於，它可以利用極高速度撞擊時產生的高溫和巨大能量，直接把對方彈頭裡的危險物質在幾十公里高的大氣層邊緣徹底氣化燒毀，把對地面的二次傷害降到最低。但還有個致命問題，這種精準對撞的系統真的能在高壓實戰中扛住對手不要命的饱和攻擊嗎？關於薩德攔截系統一直存在一種質疑聲，那就是如果對面利用飽和打擊，系統的算力到底能不能計算那麼多目標？想象一下，如果你想複刻這個經典的畫面，只需要計算一個彈道就夠了。但如果你要攔截的是霰彈槍的子彈呢？而薩德一直宣稱具備多目標攔截能力，但是在2022年的全球首戰，當時2.9花重金買來的薩德系統，僅僅只是攔截了也門胡塞武裝發射的1枚中程彈道飛彈，在後續的幾天裡又零星打下了2枚。到了2024年12月，美軍自己緊急部署在以色列的薩德也是開火擊落了1枚飛彈。為什麼會這樣？明明遭遇了那麼多輪空襲，戰果只有可憐的個位數。這其實和薩德挑剔的高姿態有關。在這2次早期的實戰中，胡塞武裝是混合打擊，漫天飛的絕大多數都是貼地飛行的廉價無人機和巡弋飛彈，而薩德作為一款純粹的高空反飛彈系統，它的最低攔截高度死死卡在40公里以上。對於那些低空飛行的破銅爛鐵，薩德不僅雷達懶得看，事實上也確實無法攔截。所以全場上百個來襲目標裡，真正飛到高空符合薩德攔截標準的中程彈道飛彈，用一隻手都數得過來。剩下的低空麻煩只能全部丟給底下的愛國者系統去頭痛。但現實不看這些，原因一大堆，只攔截個位數確實是事實。於是所有人都在質疑薩德的能力，因為戰況沒有說服力了。終於時間來到2025，以伊大戰爆發，以色列面對的不再是幾枚零星的土制火箭彈，而是伊朗毫不留情的彈道飛彈饱和攻擊。當上百枚中程彈道飛彈拖着死亡尾焰從天而降，防空警報響徹了整個夜空。大家都知道以色列的鐵穹系統
但面對伊朗飛彈的這種高度和強度，顯得無能為力。因為鐵穹是用來攔低空火箭彈的，射程根本夠不着。這時候，部署在沙漠深處的薩德系統接管了高空戰場。在這場極度高壓的實戰對抗中，薩德發射車火力全開，連續作業，在極高的強度下，硬生生打出了150多枚攔截彈。薩德用結結實實的戰果證明了一件事：在距離地面幾十公里的大氣層交界處，他成功架起了一道堅硬的高空防堤，把絕大多数的致命威脅直接在太空中撞成了粉末。這場中東的戰火不僅打出了薩德的威風，更是在全球引發了一場瘋狂的搶購風暴。就在剛刚過去的2026年6月，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拿下了一筆高達350億美元的薩德訂單。這天價大單的背後釋放了一個非常明確的信號：薩德的生產線即将全面擴張，產能要瘋狂飆升4倍。為什麼全世界的土豪買家寧願排隊撒錢也要搶這套系統？因為經過中東這波血與火的洗禮，大家看懂了一個殘酷的現實：當彈道飛彈已經成為大國博弈的標配時，薩德是目前地球市面上唯一一款經過真實戰火檢驗的高空反導救命導彈。但是故事講到這裡，如果你以為薩德之所以讓人害怕，僅僅是因為那枚能撞碎子彈的攔截彈嗎？在薩德系統的編隊裡，最核心、最昂貴，也最讓敵方恨得牙癢癢的裝備，不是发射車，也不是飛彈，而是雷達。這個雷達有多恐怖呢？薩德系統最核心也最貴的裝備叫 AN-TPY-2 相控陣雷達，它的外形就壓迫感十足。它不僅是一塊足足有半個籃球場那麼大的巨型平板，裡面更密密麻麻塞滿了数萬個雷達收發模組。這些雷達不僅能捕獲天上飛的戰機，它其實是一台戰略級 X 光機，它的最大探測距離甚至能遠遠超過1000公里。當敵人的中遠程彈道飛彈剛剛從掩體裡推出來，豎起發射架，甚至連引擎點火的火光才剛剛冒出來，這台巨無霸雷達就已經死死鎖定了它的軌跡，並且瞬間算出了它的落點。這種絕對的單方面透明，才是薩德真正讓人睡不着覺的原因。而當時的韓國決定在新洲郡的高爾夫球場上部署薩德系統，結果幾輛發射車剛剛落地，就直接掀起了一場前所未有的外交地震。而這一切的根源正是這台能夠覆蓋上千公里的 AN-TPY-2 雷達。所以薩德從來就不是一款單純用來防守的武器，它是大國博弈的重量級棋子。只要它落地，就可能改变整個區域的戰略平衡。那麼既然薩德這麼神勇，不僅能攔截高空飛彈，還能穿透上千公里看透對方的底牌，美軍是不是就是高枕無憂了呢？要知道，美軍一直以來要的從來不是相對強，而是最強。薩德仍有巨大的提升空間。還記得我們前面提到的350億美元的超級合同嗎？當我們深扒這筆賬單，你會發現美軍內部針對薩德居然鋪開了4條升級戰線。對於短期代號 System Build 6.0， 這是一場正在全速推進的軟硬件大換血。在之前的實戰中，面對漫天飛的诱餌彈和假目標，薩德的算力餘量還是不夠，所以美軍第一步就是把老舊的運算芯片全部換掉，專門針對伊朗那種帶假彈頭的飛彈，升級紅外線導引頭的辨識算法，同時把雷達升級成最新的氮化鎵技術，讓探測距離直接暴增 40%， 追蹤目標的容量直接翻倍。但這還不是最關鍵的，以前的薩德是個獨行俠，現在美軍把它接入了一體化防空指揮網，讓薩德、愛國者還有海軍的神盾系統全部在同一個群組裡共享數據。以後絕對不會再出現這台雷達忙到宕機，隔壁那台卻在納涼的畫面。而且針對發射車連續打擊後出現的散熱和重新裝填太慢的問題，美軍也做了硬件改裝，大幅提升了長時間作戰的穩定性。不過光是修修補補還不夠，美軍真正的大招在中期，也就是薩德系統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換代——增程型拦截彈。原本薩德最大的硬伤是什麼？是面对极音速飞彈時射程太短了，最大射程只有200公里。當對手從遠距離發射飛彈時，留給薩德反應的時間實在太過緊湊。而這款正在加緊測試的增程型，直接加上了2節助推火箭，射程狂飆到400到600公里，速度逼近10馬赫。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薩德的攔截視窗被大幅拉長，面對同一個目標，它甚至有餘裕進行2到3次的重複攔截，漏網的幾率被極大的壓縮了。接着是美軍最頭痛的長期大換——高超音速武器。現役的薩德面對成熟的高超音速滑翔體，還不能做到100%攔截。為了解決這個問題，美軍正在開發全新的彈道預測模型，並且配備機動性更強、掛載更高的新一代動能殺傷器，再搭配上太空中的衛星和無人機提前通风報信，這才能在大氣層邊緣逮住那些像泥鳅一樣的高超音速威脅。最後一條升級線就是簡單粗暴的爆產能。那350億美金有很大一部分是拿去蓋全自動化新工廠的。美軍計劃把薩德的年產量從可憐的96枚直接拉升到400枚，
並且建立全球快速補給網絡，徹底解決中東實戰裡那種打完就沒庫存的恐慌。等這一系列升級措施全部完成，薩德也就成了名副其實的天下第一。那對於台灣，為什麼不是去砸重金引進薩德，反而要靠台灣本土自主研發的天弓系列飛彈來挑大梁？是價格太高，還是美國不肯賣？其實都不是，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天弓比薩德更實用。為什麼火力軍說薩德雖好，但放在台灣不如天弓呢？台灣為什麼要砸下重金？因為台灣的環境和中東的大漠完全不一樣。我們先看現役的天弓3型，它的主要攔截高度卡在15到45公里，也就是中低空區域。它的任務目標非常直接，專門對付那些高速逼近的戰機、貼海飛行的巡弋飛彈以及中短程彈道飛彈的最後俯衝階段。對付普通的戰術目標，天弓把成本和消費比控制得非常完美。而最近頻繁試射的強攻專案，也就是天弓4型，則把這把防空利劍築得更長了，它的攔截高度被拔高到了70公里。除此之外，天弓還有一項量身打造的保命絕技——全機动部署。薩德的雷達和发射車實在太龐大了，一旦部署下去，很難在短時間內快速轉移。但在台灣這種環境下，防空系統的高機動性才是真正的適配。天弓系統可以全套整合在卡車上，滿島機動，打完就撤，這極大地提升了在第一波飽和打擊下的生存幾率。所以天弓或許沒有薩德那種掌握戰略全局的光環，但它便宜、皮實、跑得快，而且是最懂台灣的王牌。很多軍迷在看現代防空系統的時候，總喜歡單純的去算錢，看着薩德動輒上千萬美金的攔截彈，再去對比對手那些可能只要幾十萬美金的量產型彈道飛彈，會下意識地覺得這種防空成本太吃虧了。但真實的戰爭從來不是會計在辦公室裡按計算機。當我們用大國博弈的戰略視角去重新審視薩德這面高空神盾時，你會發現五角大廈火急火燎地砸下這350億美金，絕對不是在做虧本生意。大家必須明白薩德的核心定位，它從來就不是用來給前線普通戰壕當炮彈的。它頭頂上罩着的是一個國家最脆弱也最昂貴的戰略節點，是最高指揮中樞，是造價幾百億的航艦基地，更是一個超級大國在整個區域內對盟友立下的防衛信用。如果為了省幾千萬的飛彈錢，導致這些國家命脈被對手的重型飛彈夷為平地，那付出的慘痛代價絕对是这350億美金成百上千倍。所以這筆震驚軍工界的超級大單，本質上是美軍在向全世界宣告，他們將繼續鎖死大氣層邊緣的防空制高點。他們透過全面升級雷達算力，研發威力更強的增程型飛彈，砸錢擴充全自動化工廠的產能，並且把薩德徹底接入了一體化防空指揮網絡，硬生生的把這套原本就已經領先時代的系統逼出了更強的極限潛力。這就是在告訴所有人，不管你們的飛彈怎麼升級變軌，數量怎麼增加，在高空這個最致命的攔截走廊裡，遊戲規則依然由美國來制定。這場矛與盾的較量永遠不會有停止的一天，沒有任何一款武器是絕對無敵的。但薩德用實實在在的150次實戰攔截以及這份龐大的升級計劃證明了一點，在現代高烈度戰爭中，想要守住頭頂的天空，靠的從來不是僥倖，而是極致的科技碾壓，毫不妥協的技術迭代，以及敢於砸下真金白銀的戰略決心。好了，關於薩德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您認為台灣會購買薩德嗎？歡迎在留言區留下你的看法，別忘了按讚訂閱。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